期待和你遇见，原来就是心动感觉。地球本来就是一个圆，缘分也总是妙不可言。原来幸福一直在我身边。It's you, it's you, 恋恋不忘的恋。You, it's you, 能给我满分的甜，甜到我心间，治愈了我的世界。It's you, it's you, 恋恋不忘的恋。You, it's you, 爱你要说10000遍，白天到黑夜，你就是永远。妈咪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，坐下。来，你坐。看看想吃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过，每天要一起吃晚餐。好了，趁热，快吃吧。我喜欢这样吃。怎么了？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呗。我跟小宝2个人吃。你们先吃饭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荣国先生，你说。乔燕，我有个非常糟糕的消息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合作合同没法签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刚接到总部通知，林氏3天前刚刚跟总部签订了一个长期合约，而这个合约在中国是有排他性的。简而言之，我们公司在中国只能和林氏合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含着金汤匙长大，可以不理解别人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但你不要自以为是插手别人的生活，行不行？无缘无故跑来恶心我。我们本来就只是上下级的关系啊，你以为是吗？是我太傻了。不是我傻，是你太烂了。我温故会是个烂人。我才不是烂人。今晚的局我就不去了，你们玩吧。还有，
这个月的剧都别再叫我了。你以后别再给我推新的妹子了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做着跟连连看似的，哥心里有人了。我不是海王上岸，我是精卫填海。办公区不准饮食，1个小时以后，各个业务部门过来开会。杨助理发烧了，请你请假。啥？干嘛？我没看错吧？老大今天10点钟就来公司了。不是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说要全员什么来着？他主持会议，还让我们通知各个业务部门。他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业务吗？不管了，通知，快，干活了啊，干活了啊！老徐啊，你来的正好。我看了公司上半年的财务报告，结合市场行业趋势，我们增速同比下降了12个点。公司现在处于发展的第3个阶段，但收益不佳，需要决策层进行大的改动了。我会跟董事会约个会议，你跟我上去一趟。好，这一季度是发展的关键，以后我每天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流程。早上10点之前，务必让我看到中层管理的执行汇报，还有重点事务的处理。中午会跟分公司还有代理商商讨方案。午休的时间可以用来处理小的问题。下午我们盘点当天的财务数据，还有重点项目，并和执行核心部门开会。对了，下班之前让行政部门过来汇报。公司的制度需要优化迭代了。老徐，顺便把去年1整年的大渠道数据整理一份给我。这温度是不是又为难你了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不需要大人推一下才能走2步，有些事情我不做，不代表我不会做。是，任总，这是产品战略合作协议，有空您看看。去吧。怎么，贺乔燕还没动静啊？你爸已经把风声放出去了，他不应该这么镇定啊。贺氏对于贺乔燕而言就是他的一切，他会妥协的。这次你非要你爸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帮你拿下贺乔燕，但是他要是还是这么钟情于秦宇，那他就是完全不把我们林家放在眼里了。今晚林氏答谢晚宴，商场上跟爸爸有来往的人都会出席。我会带贺乔燕过来，让她表个态的。好。德国那边能对我们的这个项目做出这么大的扶持，竟然主动邀请我们研究组的全员去德国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我跟那边说好了，我会带你和你的2个师姐一起过去，等稳定下来。到时候，我会是医院、德国2头跑。德国那边有你和2位师姐坐镇。哎，你赶紧把这个合约签好，我们马上还得去德国。为什么这么突然啊？据说是贺氏跟德国那边有合作，是贺氏极力推荐的。一月，之前我还担心你结了婚以后不能继续工作了。现在看来，贺家对你很好，你这一去就是1年，他们不仅没意见，还非常支持。
抱歉啊，诸位。是我辜负了各位，没能将这款手环如期推广到欧美的市场。现在又因为种种原因，项目搁置，大量产品积压在仓库。过段时间，董事会一定会就此事问责。不过，在座的各位可以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件事情产生的所有后果，我一个人会承担全部的责任。我很清楚这款手环对你们的意义在哪儿，这是我们大家的心血。我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它。就算董事会辞去了我 CEO 的职务，我也不会把我的股份放弃或者是转让。我会申请降级，去产品研发中心继续推进手环的项目。这里是儿童心理诊室。林小姐，你成年了吧？我和乔燕的事儿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恕我直言，你这样做是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心的。谁说我需要他的心了？我只是需要他的人。说得更明白点儿，我只是需要他所代表的那个身份——贺氏 CEO， 贺家独子。我们林氏今晚有个答谢宴，不管贺乔燕要不要联姻，只要她能露个面，我就能跟我爸有个交代。对不起啊，跟我没关系。但只有你能让贺乔燕出现在那儿。林小姐找错人了，我没资格，也没本事。你有，而且只有你有。晚上9点，在这个酒店2楼。我知道让你这么做很难，但只有你这么做了，才能彻底断了贺乔燕对你的念想。只要断了她对你的念想，她就能做出明智的选择。贺乔燕接下来要面对什么，取决于你。快点，快点，喝呀！快点！哎呀，起来，快！哎，真快！治感冒和蒸桑拿，我这都一次性搞定了。那你现在该告诉我怎么回事了吧？他瞒着我，把我妈和我哥接过来了。你说他凭什么自作主张插手我的家事呢？他真这么做了？那这事是他不对。不过，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，你应该知道他没有恶意。我知道他没有恶意，但他真的伤害到我了。你干嘛呀？让我摸呀，摸一下你的心跳。我见过了，你那满腔的愤怒中带有一丝焦虑，焦虑中带有一丝不安，不安中有那么一点点疑惑，疑惑中有那么一丝的……什么意思啊？心动？怎么可能？你喜欢上文国人？不可能！不，你干嘛呀？打电话？不打！我说了，我不会给他打电话的。我昨天已经发过誓了，不打。你看，我说给谁打了吗？秦雨月，你欺负别人。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从来没有见你在外人面前这么大情绪波动过。生气是因为在乎，失望是因为有期望。难得遇到这么喜欢的人，宁愿错，也不要错过，知道吗？你就准备
这样被心灵的欺负了？这不叫欺负，技不如人，该认输就认。那你有没有想过顺从一下，跟林氏结合？你只会如虎添翼啊！说你今天是不是没刷牙呀？我嘴臭。林氏这招太恶心人了，绝对不能让。不过嫂子是不是感动坏了？他怎么想，我的确不清楚。你干嘛呀？躺下。虽然你骂我是个大烂人，但我还是接了你的电话。我就是这么宽宏大量。若薇病了。嫂子，你作为若薇的老板，她生病了，你是不是应该来看一下？你不来啊？行，我知道了。生气了吧？生气了吧？他来。哎呀，秦雨月，你烦死了你！员工生病，老板还有关心的义务吗？当然有。什么茶艺妆、少女妆、红唇妆都弱爆了啊！我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做病人妆。鼻涕。来了。我从哪过来的？哎，要不两位给我敬个茶，不然我不好发挥。走吧。看样子你病得不轻啊。我不需要你关心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就是想证明给你看，我是一个大人不计小人过的人。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好好养病。虽然你骂我是个大烂人，但是我是不会开除你的。还有啊，受风寒感冒应该多喝热姜汤，我去给你做。你还会做姜汤啊？慢一点啊。是我。喂，贺总，刚刚李总跟欧总的助理打来电话，说要取消明天的会议。什么原因？可能是跟您要离开贺氏集团的谣言有关系。知道了。上车吧。你真的准备离开贺氏了吗？我只是现任的 CEO， 换一个身份会继续推进手环的。这样也好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你和小宝了。以前不是总说我的眼里只有工作，不懂得陪伴吗？现在可以好好补课了。你帮我个忙吧。没想到你真的会做姜汤。那当然了，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的？小心点，别烫着。对了，偷偷告诉你，我妈担心我长大找不到女朋友啊，所以她把怎么哄女孩子开心的方法也全都写下来了。
所以你妈告诉了你，先气死女孩让她寒心，再做姜汤让她暖心，这样就能套住女孩，是吗？不是，你最近怎么回事？变刺猬精了？出去！出去！杨若薇，取消吧。什么啊？松开！心动读月，取消吧。我不想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，我好像……好，不读可以。来，那你就是当你认输了。你说话要算话，愿赌服输。出去。哎，杨若薇，2楼的888房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乔燕，你就不想知道秦医生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吗？晚宴还没开始，先在这儿休息会儿吧。我到了。我要去留学了，再凝视1年，顺利的话，我应该会留在那边定居。你知道的，去德国留学一直都是我的梦想。把你送到林小姐身边，是我换取去德国留学资格的条件。这话说得很不合理。你想要出国，我可以帮你实现，我还可以带着小宝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跟你谈恋爱太累了，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。我也认为不值得。你是觉得我不值得，还是小宝不值得？是你们不值得，我也不值得你为我牺牲那么多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们分手的理由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理由就是我对你的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就这样吧，挂了。今晚林氏的答谢宴，你只需要露个面，意思一下，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没我，放心，我不会逼你太久。喂，你知道以前我跟你一样，为了得到一样东西，会不择手段。
但是现在我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去守护的东西。我会在董事会上主动请辞。你为了他，连贺氏都不要了？是这样。想不到堂堂贺氏总裁贺乔燕是这么幼稚的一个人。我了解你，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和事业上的成功，才能一直满足你。秦雨月只不过是个带着新鲜劲儿的过客。看来你并不了解我呀。他都已经放弃你了，你还要去找他吗？原来爱情可以让人毫无尊严，是吗？那是我跟他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眼前的一切，哪怕我搭上整个林氏，都比不过一个秦雨月吗？确实比不过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，全天下你只认秦雨月一个女人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你是不是对别人都无动于衷。林女士，请你自重一些，冷静一点。喂，瑶，你在哪儿？来接我，快来救我！你把地址发我一下。你没事吧？能自己走吗？我煮了粥，你换好衣服就出来喝一点吧。谢谢你啊。你要去哪？我送你啊。不用了。你有去的地方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刚刚出来只带了手机，也没带身份证，住不了酒店。不过当然，要是你去朋友家的话，也可以。没有朋友。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你要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先住在我家。我这几天会去城市住。粥趁热喝了吧，早点休息了。是我。贺总，您让我查太太在高尔夫球场那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查到了，情况怎么样？有监控拍到太太跟贺董以及张司机一起走进了一个巷子，几分钟之后，三人分头又走出了巷子。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？这个暂时没有。张司机一直隐藏得很好，他在本市肯定会有人帮他。你分析得很对，不仅这个人可以帮他，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很了解我，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都找不到什么线索。这样，从明天开始，帮我查一查合同。好的。
乔燕，乔燕，你没跟连维在一起啊？大姑，这几年您一直跟张司机有联系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天晚上你和以月在球场外见到张司机，被别人给拍下来了。你这么强烈的反对我跟以月在一起，是不是跟张司机有关？是不是因为以月发现了你跟张司机有什么秘密，所以你才威胁他跟我分手？我是跟张司机有联络，他曾是贺氏的老员工，我们联络也很正常啊。还有，秦雨月离开你，就是不希望你再纠缠在当年的事里，就当是不要辜负他，别再追问了，好吗？乔燕，乔燕，不要！乔燕，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混蛋！你说反了吗，贺总？当年开车的人是你自己。你住口！你！耳朵没连着悄悄话，眼睛是说着一幅画，对你的笑没办法，刚刚靠近，心跳声就喧哗，还没把对白都消化，想要下一秒拥抱他，爱会让人心乱如麻，可别被你揭穿这尴尬。我明明喜欢你呀，偏偏有句讲到无法自拔，想和你冬天追逐雪花，夏天在无人岛浪迹天涯，怎么办？我明明喜欢你呀，那一刻没定住，像个傻瓜，生怕你看我的笑话，却听